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俄罗斯高超音速科学家被指控向中国出卖秘密。路透社，俄罗斯科学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西普柳克 Alexander Shiplyak 因被指控向中国出卖高超音速导弹技术机密而被捕。西伯利亚赫里斯蒂亚诺维奇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所长西普柳克据称在2017年在中国举行的一次科学会议上泄露了机密材料。该研究所的负责人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坚称这些资讯不是秘密的，可以在网上获得。他的同事 Anatoly Maslov 和 Valery Zivjintsev 也被捕，案件被闭门审理。这些逮捕发生在俄罗斯努力保持其军事优势之际，因为中国和美国开发了雷射、核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德桑蒂斯的大事件凸显了 Twitter 的右倾。纽约时报，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将于周三晚上在 Twitter 上宣布他与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竞选总统。此举可能会凸显科技行业与德桑蒂斯的联系，因为迄今为指他最著名的商业支援者包括科技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传统的共和党捐助者。Twitter 已经宣布将主持大多数保守派媒体的 Daily Wire 的播客。与此同时，币安被指控在2020年和2021年将客户资金与公司资金混合在一起，并否认匿名内部人士的报道。路透社也没有发现客户流失的证据。这家全球领先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一直受到全球监管机构的严格审查，最近被 FCA 禁止在英国进行交易。最后 Netflix 宣布美国使用者将需要支付$8来添加新的用户账户，以推动更多收入。特鲁多接受建议，不要公开调查中国的干涉。加拿大环球邮报，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在前总督大卫·约翰斯顿 David Johnston 的要求下拒绝进行独立的公开调查。约翰斯顿的任务是调查外国在2019年或2021年联邦选举中参与加拿大政治的情况，但仍然选择公开展示他的调查结果，同时排除被认为高度机密的情报数据。约翰斯顿的报告列举了与加拿大公众或任何公开调查讨论北京行动的困难，但表示他在2019年或2021年的投票期间没有发现中国影响力行动的证据。他还表示，他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援特鲁多忽视有关该问题的情报简报的调查结果。在2019年投票之前，被《环球邮报》描述为资深外国记者的乔纳森·曼索普 Jonathan Manthorpe 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干涉加拿大政治的书，强调了该国为建立贸易联系而培养和支援加拿大政客的努力。为什么德国和韩国分享军事机密？德国之声，德国和韩国已同意在两国国防工业之间共用情报并简化供应链。分析人士认为，该联盟是各国之间一系列类似协定的一部分，可被视为抵御中国影响力的堡垒。北京涉及南中国海争议岛屿的阴谋，以及与日本和印度的紧张关系被认为是加强与中国不结盟的国家之间军事关系的原因。2021年，一艘德国军舰部署到印太地区，战斗机进行了联合演习。加州给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上了一堂 ESG 课。彭博观点，加州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政策是其经济增长的幕后推手，该州在股市增长方面领先于美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德国。该州拥有30家上市公司，其收入的50%以上来自替代能源，这些公司加起来为投资者带来了600%的回报。相比之下，全球上市的传统化石燃料公司的回报率为46%。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则持相反的观点，出台的法律法规与公民对堕胎、公民自由、枪支和清洁能源的意见背道而驰。这种对 ESG 的攻击正在损害各州的财政，由于主要银行和其他公司被排除在与他们开展业务之外，借贷成本增加。因此，投资者在购买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发行的债券之前要求更高的回报。德桑蒂斯启动他的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英国独立报，据 NBC 新闻报道，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将于周三正式启动他的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该活动将首先与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进行现场 Twitter 活动，然后发布官方发布视频。此前，人们对共和党州长是否会竞选总统进行了数月的猜测。德桑蒂斯被吹捧为唐纳德·特朗普共和党投票的最大竞争对手，
但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他落后于前总统。德桑蒂斯一直在与迪士尼发生冲突，并因其州的法律而反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对佛罗里达州的旅行建议。本周在奥兰多举行的全国宗教广播大会上，州长概述了他对保守控制最高法院持续1/4世纪的愿景。在对特朗普的微妙挖掘中，他宣布了竞选2届的计划，这是他的前任无法做到的。为了摆脱债务危机，请关注内战。纽约时报评论版：美国债务危机可能是一个政治人为的问题，随着债务上限的提高，政府能够介入更多资金。美国财政部应该能够通过优先支付利息和减少教育和军事等普通预算专案的支出来管理短缺。虽然这将是痛苦的，而且可能是法外的，但这将是一个比简单的拖欠债务更好的选择。负责任的国家不会这样做。美国人的优先事项可以与内战国会相提并论，后者专注于维护美国的信用，将其作为为内战提供资金的关键。当时纸币标准的概念是新颖的，但最终成为赢得战争的关键组成部分，决定了政府债务只能用黄金支付。宪法第14修正案强调了这种对公共债务的神圣态度，含蓄地将债务视为不可触碰的债务。今天，随着美国国债市场规模更大，对世界经济也更加重要，保护美国的信用变得更加重要。麦卡锡，民主党缓和对债务上限协议的预期。Here， 众议院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已经开始承认，他们需要做出妥协，以便通过任何取消债务上限的协定。虽然一些党员愿意接受白宫的提议，如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纽约州民主党，但其他人认为这笔交易应该走得更远，包括众议员拉尔夫·诺曼 （RSC）。但国会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妥协对于确保最终协定是必要的。众议员史蒂文·霍斯福德 （DNEV） 表示，双方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100%。谈判是在财政部警告，如果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最早在6月1日违约之前进行的。教宗呼吁中国天主教徒的礼拜自由。路透社，教宗方济各呼吁中国天主教少数民族的礼拜自由，这是一个有宗教歧视历史的地区。然而，据报道，官方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各地的宗教活动保持住严格的控制，尽管宪法规定支援宗教活动。梵蒂冈和北京的关系已经紧张了一段时间，尽管2018年达成了一项专注于任命罗马天主教主教的临时协定，这标志驻教皇被地下教会和中国政府支援的官方教会承认为天主教会的最高官员。批评人士声称，该协定相当于梵蒂冈对中国政府的绥靖政策，并引用了该国天主教徒的持续恶劣条件。上个月，梵蒂冈声称中国当局在上海任命了一名新主教，违反了该协定。该协定于10月续签。阿拉伯领导人在中东冲突问题上团结一致，向西方发出尖锐的资讯。南华早报，包括沙乌地阿拉伯在内的22个成员国阿拉伯联盟的领导人最近聚集在一次峰会上，主张战略主权，同时在外交上对其他冲突保持中立。该活动包含对政治两极分化、民兵和意识形态的3个不，以及对主权、团结和伙伴关系的3个相应的是。联盟抵制了美国加快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压力，并欢迎伊朗和俄罗斯的亲密盟友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重返阵营，同时向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提供了一个平台。印度莫迪与澳大利亚达成新的移民协定。德国之声，印度和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移民协定，旨在促进印度学生和商务旅行到澳大利亚。印度侨民是该国增长最快的少数民族，占人口的3%。莫迪说，移民协定将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生活桥梁。阿尔巴尼斯说，他和莫迪还讨论了贸易问题。澳大利亚正在寻求使其出口市场多样化，远离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两国成立了绿色氢能工作组，以扩大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塑胶垃圾使世界上数百万最贫困人口面临更高的洪水风险。Guardian， 根据环境咨询公司 Resource Futures 和国际基督教慈善机构 Tear Fund 的一份报告，世界上超过 2.18 亿最贫困人口受到塑胶垃圾造成的日益严重和频繁的洪水的威胁。该研究将喀麦隆、加纳、印尼、奈及利亚、孟加拉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列为塑胶废物导致更严重洪水的地方。
每人每年处理不当废物少于1公斤的地区被排除在研究之外，沿海社区和小岛屿国家也是如此。该报告呼吁各国政府优先考虑这些社区。为石磨日本可能即将举行提前选举。日本时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被问及他是否会在4月广岛峰会后举行提前选举，岸田否认他的决策背后有任何这样的理由，但要求提前选举经常被拒绝。据日经新闻的迈克尔·博萨克说，博萨克的理由是，对于岸田来说，没有比今年夏天更好的时机了。尽管过早的选举会带来风险，但成功的选举将延长岸田在政策和目标导向的优先事项方面的任期，从而在短期内确保日本政府的未来。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澳大利亚有权要求拜登释放朱利安·阿桑奇。南华早报，澳大利亚政府可能会寻求利用其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作为遏制中国的关键盟友，以确保被监禁的澳大利亚围棋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的自由。此前，在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Anthony Albanese） 最近被任命之前，澳大利亚政府对阿桑奇的案件不感兴趣，但中左翼的工党政府现在正在外交上游说拜登政府。美国正在寻求引渡阿桑奇，因为2010至2011年公布的军事和安全档揭示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工党和反对派保守派联盟领导人现在都支持阿尔巴尼斯的努力。这位82岁的女建筑师致力于巴基斯坦的防洪工作。半岛电视台，巴基斯坦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建筑师82岁的 Yasmin Lawry 致力于在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农村社区建造负担得起的防洪房屋。拉里开发了用当地材料制成的泥屋，可以抵御季风洪水。他在波诺殖民地村的试点专案旨在防止灾难性的洪水，在去年夏天的季风期间进行了测试，并被认为拯救了仍然居住在房屋中的家庭。低成本的$170结构需要当地人进行直接培训才能组装，这是建筑师扩大专案规模以提供100万套房屋的战略的一部分，在脆弱的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世界简报，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